当我们做深蹲的时候，我们通常会采用双脚向外打开的方式来增加我们深蹲的幅度。那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这背后的逻辑。当我们在髋屈60到100度的时候，我们的髋关节是需要有内旋能力的。然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髋内旋受限的人往往要大于髋外旋受限的人。因此，当我们在深蹲前双脚向外打开的时候，就可以使我们的髋关节预先处在一个外旋位。那么当我们在进行深蹲的时候，就无形中增加了我们内旋的活动空间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深蹲的时候，我们采用双脚外八或者向外打开的方式的时候，我们深蹲的幅度会更大的原因所在。当我们懂得了这个力学原理之后，我们可以运用这个逻辑，把它运用到我们很多的练习当中，比如我们的弓步蹲。在我们弓步蹲的时候，为了增加我们髋内旋的能力，如果你采用单脚外八的形式，显然是不合适的，可能会引起我们关节的其他应力问题。那么我们就可以采用将我们脚后跟垫高的方式，也就是将我们的起始位来到我们踝关节的直屈位。在直屈位，我们的髋关节也是处于一个外旋位的。当我们将脚后跟垫高再去做弓步蹲的时候，第一，增加了我们足背屈的幅度。这个对于我们足背屈受限的同学来说是非常有用的。足背屈的加大可以进一步促进我们的足旋前以及胫骨内旋，同时髋内旋的幅度。因此，对于我们足背屈受限、髋内旋受限以及足旋前受限的同学来说，采用这样的方式训练，你依然可以达到和我们正常活动度的同学一样的效果。因此，我们今天的主旨就是，尽管我们的髋关节、踝关节可能出现了一些受限的问题，但是通过一些细微的调整，我们依然可以获得和正常活动度同学一样的收益。这都是基于我们对生物力学的理解和了解，进而把它运用到我们的训练当中，来大大的提升我们的训练收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。如果你在深蹲或者弓步蹲的时候，也经常会出现关节卡压和受限的情况的话，不妨把这样的思路去运用到我们的训练当中，相信可以让你在训练中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。关注老王，做深度思考练习者，下期